魏无羡却跳了下来，迎上去叫道：“忘机兄！”没想到这人竟如此厚脸皮，丝毫不为方才说的话而尴尬，态度熟稔的，仿佛两人是多年好友。蓝忘机摇摇头，转身便走。魏无羡兴高采烈地追着他叫：“忘机兄，哎，别走啊，你等等我！”那身衣带飘飘的白衣在树后一晃，瞬息去得无影无踪，摆明了蓝忘机不想与他交谈。魏无羡吃他背影，讨了个没趣，回头对人控诉道：“他不睬我。”是啊，聂怀桑道：“看来他是真的很讨厌你啊，魏兄。蓝忘机一般，不对，从来不至于如此失礼的。”蓝忘机背靠着墙，那几人以为他走远，便没刻意压低声音。魏无羡道：“这就讨厌了，我本想跟他认个错的。”江澄嘲笑他：“现在才认错，晚了。他肯定和他叔父一样，觉得你邪透了，坏了胚子，不屑睬你。”魏无羡不以为然，黑声道：“不睬就不睬，她长得美吗？”思索片刻，又拖着下巴道：“的确长得美，比我看过的女孩子都好看。”魏无羡回想了一下，他第一眼见到蓝忘机的时候，就打心眼里觉得这个人长得美。虽然是个男的，虽然脾气臭，虽然两人关系说不上好，但他无法否认，蓝忘机确实长得好看，目如朗星，肩宽腿长，真挑不出一点毛病。那晚月色朦胧，他从上往下望去，一双古井无波的眼睛看着他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撞到了他心里。他本可以乖乖翻回墙外，等人走了再溜进来，可他偏不这样，晃了晃手中的酒坛，像一只引诱猎物的狐狸。天子笑，分你一坛，当作没看见我行不行？然后他发现蓝忘机不但第一眼好看，第二眼也好看，所以他看了好多眼，连江澄都骂他烦不烦。奇怪的是，人人都说泽无君的品貌是世家公子第一，但在他眼中，蓝忘机才是最出挑的那一个，像一块美玉被冰封住了，外人只得瞥见一抹美色，只有他把这块寒冰像块宝一样揣怀里捂热了，所以也只有他得以见到旁人无缘得见的美景。蓝忘机本能地感觉自己被调戏了，一时又羞又恼。江澄鼻子喷了口气：“他长得美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你喜欢他？”蓝忘机手握紧了碧尘，正犹豫要不要出去警告魏无羡不要胡说八道，墙那边突然传来掷地有声的一句：“是啊。”魏无羡的声音无比欢快：“我不但喜欢他，我还要他喜欢我呢。”后来江澄骂骂咧咧地对他说了什么，蓝忘机已经听不到了。他抬头看着一旁随风微动的玉兰，阳光婆娑，树影斑驳，不由胸中激荡，喉头轻如。少年秘而未宣的遐思，顺着耳间悄悄爬上的薄红，还有那隐隐可闻的花香，都一并融进这醉人的春风中。随着花瓣轻轻摇晃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从松软的泥土中破土而出。后来这段记忆很快便被他抛之脑后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直到许多年后的现在，那些印记化作光点，在脑海中渐渐汇集。魏无羡的眼里依然盛着满满笑意，与记忆中相比更加低沉柔和的声音在耳畔敲打着。10余年的光阴仿佛梦一般，他恍惚中似乎又看到那个笑容恣意的少年。你想什么呢？该不会我说中了吧？你那时候是故意逮我的。陈年旧事将某种情绪填补在二人此刻的空隙中，时隔10余年，那份雀跃无措、温润又滚烫的心情渐渐地活了过来，一下一下敲击着他的心房，既酸又痛，同时又夹杂着一丝难言的甘甜来。蓝忘机突然扶至心灵，问魏无羡：“你睡不着，是因为我吗？”那边突兀的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魏无羡的笑声才又响起：“乱想什么呢？你什么时候这么自恋了？”蓝忘机靠近他：“云深不知处的南山，那条小路你还记得吗？”他只是随口一问，因为他也不相信魏无羡会记得。多少年的事了，我哪记得那么清楚？咱们当时是打架了还是吵架了？算了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魏无羡自顾自笑起来，可这回声音明显带了点颤抖。蓝忘机翻过身附在他身上，手臂撑在他耳旁，笑声戛然而止。蓝忘机立在上方，脸背着光，魏无羡难以看清他的表情，但那灼热的视线比他的脸还要烫。鬼使神差的，蓝忘机俯身啃了下他的嘴唇，魏无羡在正神之际开口接纳了他。
其实当时二人大脑皆是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来不及思考。等回过神，才发现已经吻得难舍难分。蓝忘机看到魏无羡眼睛里少见的显现出无措和窘迫，问道：“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魏无羡吞了口唾沫，感觉喉咙有点干。不知道，爬你家墙头的时候。认真来说，魏无羡这一生就只喜欢过这么一个人，只是当年两人太年轻，世道又不太平，所以即使喜欢，也没有时间和余力去确认，以至于错过太多而不自知。他难以说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蓝忘机的，或者是喜欢上他哪一点，因为他们之间的联系比他以往任何一段关系都来得淡薄，以至于他从未意识到这段关系与自己会变得如此重要。试想，如果不是因为求学，不是因为赤峰尊一事，他们可能前世今生都将陌路，就算相知相识，也会为各自的信念不断前行，而不会因对方停留。他曾在书上看到过，说是人人都慕强，无论是同伴还是爱人。如果说曾经意气绝尘的他，身边的蓝忘机让他由衷感到佩服，那么后来跌落泥潭仍向他伸出援手的蓝忘机，就很难不让他喜欢。是敬是慕，久而久之，又掺杂了许多不可名状的爱。一袭皑皑白衣，一双琉璃眼眸，一首无名的清歌，一句淡淡的晚安。正是这些无数的细微的容易忽视的东西，让他们原本微弱的联系逐渐加强加固。不知不觉间，两人身上已经有了无数的联系，无数的默契，无数个回忆，无数个秘密，无数的极光片语汇聚成一条漫长的河流。他们不再分隔两岸，而是在河中一起漂流，四周虚空，他们能抓住的只有彼此。蓝忘机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，为何不告诉我？那你也没告诉我啊？魏无羡扑哧乐了，咱俩这是干嘛呢？蓝忘机也弯了弯嘴角，两人便轻松地笑了。蓝忘机平日里不爱说话，因为眸色极浅，眼神偏冷，显得很是淡漠，可眼下笑起来，仿佛晴光映雪般好看。魏无羡盯着他那双看上去很干净很温柔的眼睛，胳膊肘往床上一撑，抬起头亲了他一下。蓝忘机没有停顿地给了他回应，他捧着魏无羡的脸，用近乎虔诚的心吻那柔软的唇瓣。魏无羡主动搂住他，俩人在狭小的床榻内尽情亲吻着彼此，湿润的唇，温热的口腔，对方身上熟悉的让人安心的味道，都把这一个简单的吻所传递的意义变得大不相同。那些被压抑的不可言说的欲念一下子如蔓草般疯长起来，仅剩的理智也在忙乱的亲吻声中湮灭殆尽，只剩满脑子的干柴烈火。停下来时，四周安静得很。魏无羡趴在床边，等心跳慢慢恢复到正常节奏。过亥时不睡，你范家归了。韩光俊。蓝忘机拨开他额前的碎发，问他困吗？魏无羡抹了抹眼睛，有点，我现在就很想睡了。蓝忘机道：我还好。魏无羡反应了一会儿，靠了一声，莫名感觉自己被小瞧了，潜藏在体内的那部分男人的自尊心熊熊燃烧起来。他翻身跨坐在蓝忘机身上，捏着他的腰侧，挑衅道：下次给你来个厉害的。语气嚣张跋扈至极，仿佛刚才压在人怀里又哭又叫的不是他一样。蓝忘机不置可否，魏无羡这人心里很看得开，一旦想明白了，之前的尴尬羞涩进退维谷瞬间一扫而光，仿佛浑身没触发的浪劲儿又找到了用武之地。你知道吗？温宁都看出来咱俩有一腿，那你说其他人该怎么想啊？他们是不是以为咱俩床都上800回了？说起来，韩光俊，你都是在哪学的这些？我还以为你戒欲6根清净呢。蓝忘机扶着他的腰，蓝家所习心法可清心，但并不禁欲。魏无羡突然反应过来，怪不得你早上老是跑那么快呢。嬉笑了一阵。魏无羡刚才还在蓝忘机腰腹间胡作非为的手，这会儿突然就软塌下来，懒懒地圈在蓝忘机的脖子上，脑袋也耷拉在蓝忘机的脖颈处，整个人如赖皮猴一样的窝在蓝忘机的怀里。那个，你真喜欢我啊？蓝忘机嗯了一声，毫无迟疑的。魏无羡感觉整颗心都被温水泡发了一样，饱胀幸福，整个人都快美成一朵花了。蓝忘机问他：你呢？魏无羡侧过头，笑着在他脸上亲了个响的。在一起后，你告诉温宁了？
放心，温宁不是多嘴的人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哦，